特别来宾，嗨 ，Andy 的妈妈跟姐姐要跟我们一起飞回台湾。看得出谁是妈妈，谁是姐姐吧？要选，我会用这一辈子的时间来爱你。这一路走来，大家都不容易，尤其是身为父母的我们，到今天我站在这里，其实我真的是带着一颗满满的祝福的心到台湾来。他们常常跟我们说，做父母的不容易，但事实上，我想应该是当小孩子的是更不容易。嗨，我们又来到了机场，今天我们要回台湾，但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意义就是我们要回去办婚礼。结婚了，又结婚，不好意思，这个人结婚很多次，但是今天我们有特别来宾，哪里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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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特别来宾，嗨 ，Andy 的妈妈跟姐姐要跟我们一起飞回台湾。看得出谁是妈妈，谁是姐姐吧？妈妈，姐姐。而且呢，飞回台湾首选中华航空，带新加坡的朋友体验台湾最棒的航空。如果华航找业配，记得这里，我是你们始终粉丝。走吧 ，Let's go。单机。太漂亮了！我们现在要去试婚纱。是婚纱吗？请问谁要穿婚纱？西装吧。感谢韩国艺匠，不论是在台湾还是新加坡，都让我们穿得帅帅的。在台湾的韩国艺匠在101旁边的那个基隆路上，比新加坡的还要大跟美哦。很大件这个。哇哦！准备好了吗？都已经要写第2次，已经好了。好了，来突击一下。哟，可以这样拍吗？什么鬼啦？好啦，有。等下这会帮你固定起来，就不用怕它到时候会滑掉。好。这好像健体比赛。那个。哦。哇哦，真的是很帅哎！我的妈呀，帅到不行哎！而且这绒布哎，跟我们在新加坡拍照的时候是一样的。我好摸吗？但我觉得你明天应该会热死，冷气要开到最强。I'm hot 。定妆噔噔，耶，还蛮好看的哎。我也有觉得。什么反差？就是你穿的是绒布，然后看起来比较正式，然后我的是比较俏皮，比较可爱。最大的反差，我觉得还是脸。你看这么黑的脸，配这么白的脸，小白脸，最强反差。天哪！又是风和日丽的一天，好漂亮的天气，真的。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台北场婚礼的餐厅，好兴奋哦！刚刚台北，这里对我非常有渊源，因为位于内湖科学园区，我以前的办公室在后面。我们现在来走进去，小小的看看大家正在做什么。我现在非常忙碌，非常。这个好帅哦，好帅哦，好帅哦。然后呢，大家在做劳作，
谢谢品居帮我们做非常好看的桌牌，感恩的心，还有男友。这个场地真的是非常的有新加坡风味。那时候选的时候，就是因为这里有很多树、花草、树木。更棒的是，我们这次跟超级厉害的花艺公司巧遇合作。巧遇真的非常有渊源，是谁推荐给我们的呢？谁？你的好朋友 Kelly 潘嘉丽，我们跟他用同一家花艺公司，太美。他们现在在布置，我们等下最后完成品再给大家看一下。好喽，好，等等，我们要去准备了。忙碌，待会见。其实很高兴可以终于回到台湾举办我的婚礼，因为这是我成长的地方。在座的各位都参加了我人生各个不同的阶段，今天看大家齐聚在这里，这感觉对我来说非常难以言喻。在此，我想跟大家说一声欢迎光临。做一个同性恋很不容易，做一个同性恋的父母更不容易。我要感谢我的爸妈照顾我长大成人，并在发现我与众不同的时候给我支持，我才能自信地站在这里举办我们的婚礼。孔子说：“父母在，不远游。”7年前我搬到了新加坡，在父母的身边少了很多。对不起，爸爸妈妈，在很多重要的时刻没有陪在你们的身边。我要特别感谢在台湾的家人们。谢谢你们在我不在的时候陪伴我的父母，谢谢你们。我的老公跟我个性完全不一样，他总是冲劲十足，而我是很有耐力。婚前我们常常开玩笑，要对方跟自己求婚。我的老公前后跟我求了2次婚。今天回到我的家乡，我想是时候换我跟他求婚了。耀贤，我会用这一辈子的时间来爱你，和你一起成长，一起变老，一起体验人生，无论是好的坏的，你愿意跟我一起携手到老，永远相爱吗？可以考虑吗？好，我愿意。谢谢。时间回归到2017年1月1日，那天我们在新加坡相遇了。这一切都要感谢交友软体 Jack D。Andy 当时在他的个人档案上放了他在意大利米兰时装周走秀的照片，对，那高大挺拔的样子让我一见钟情。但这当然要感谢他的父母，把他生得高大挺拔。又帅又高，今天我要谢谢他的妈妈跟姐姐从新加坡远道而来，谢谢你们。跟开放的台湾不一样，新加坡保守很多，谢谢你们总是把我当成自己家人，让我在国外也可以感受到家的温暖。谢谢妈妈，谢谢姐姐。记得我刚上大学大一开学的时候，我们的老师 Sally 跟我们说 ，Sally 今天也跟我们一起坐在这里。她说，实践大学设计系的同学都会培养出革命性的情感，和一般大学生平淡的友谊不一样。这群人会成为你一辈子的好朋友。谢谢我的大学同学，这精彩的故事，20年来从未断过，谢谢你们。出柜之前，我是一个很内向的 I 人，害怕真实的自己被发现，所以尽可能的低调不出声。
而出柜之后，我才发现我是个彻底的E人。我结交了很多的同志朋友，透过和朋友的相处充电自己，一切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。谢谢在座的每一位同志朋友，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陪伴我，给我能量，帮我充电。最后，在这个光辉10月，我要感谢我的祖国中华民国。2019年，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，让所有相爱的彼此都能幸福成家。很骄傲，我们的国家发展了如此多元包容。曾经我以为同性婚姻是遥不可及的，但我们做到了。这样多元的台湾给了我很大的勇气，让我在保守的新加坡也能自信地做自己。这也许是你人生第一场同志婚礼，但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。谢谢你们从新加坡、荷兰、加拿大、中国远道而来，也谢谢在家乡陪伴我最好的亲朋好友，谢谢你们的爱与支持，谢谢。好，那首先要感谢所有莅临现场的亲朋好友，和我们一起聚集在这边庆祝我们的大日子。同性婚姻在台湾已经通过5年了，同志婚礼在台湾也相当普遍，但身为新加坡人的我，还是觉得可以合法结婚跟办2场同志婚礼，还是别具意义的。那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忘记这一切有多么的重要，忘记我们的群体为此付出了多少的努力，经历了多少的创伤，才走到今天。所以我想借此机会感谢为婚姻平权付出的所有人。很多人会问我说：“哎，你是新加坡人，怎么中文那么好？”那我从小呢喜爱看那个台湾的偶像剧，然后还有综艺节目啊之类，所以被影响嘛。也很爱听就是台湾的流行音乐。那我一直以来对台湾的文化有着很深的情感。不过跟 Hugo 在一起之后，我才意识到，虽然我们都是华人，但彼此的文化有非常大的不同。那所以除了每对情侣都要面对的性格差异以外，那我们还需要在彼此的文化差异中找到平衡。在一起将近8年的我们，每天都还在面对这样的不同，但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。我们常常意见不同，也会争吵，但我很庆幸的是，我们总是会花时间解决这些分歧，然后一起解决问题。这是我们的优点，我觉得。那在这个大家都讲求做自己的时代，可以找到一个让你愿意为他改变和成长的人，我觉得非常难得，所以我很开心，我找到这样的一个人，而且他就在我身边，然后也是我的老公。好，那身为新加坡人，刚开始在台湾有很多东西让我感到很陌生，那我要特别感谢这些年来 Hugo 家人对我的照顾。然后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7年前的农历年，然后也谢谢你们，那时让我在初次见面的时候就感受到家的温暖，因为你们台湾成为我的第2个家，谢谢。然后3年前我跟 Hugo 在讨论婚礼的时候，然后说实话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家人会一起参与。然后虽然我10几年前就跟父母出柜，但我们是在那种我们家里是一直都是那种 don't ask don't tell 的氛围。今天我真的很感谢我妈妈和我姐姐，特地从新加坡飞来台湾参加我们的婚礼。最后要谢谢你们愿意突破比较传统的思想，然后给我们满满的爱，然后也谢谢你们把 Hugo 当成自己的家人，然后让他在新加坡也多了一个家。你们的爱和支持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，所以我想说的是，我爱你们。首先，谢谢大家，今天的到来。我相信大家都是带着一颗祝福的心来祝福他们 Andy and Hugo。OK， 那我就简单的说几句。其实就是刚才好像 Hugo 所说的，这一路走来大家都不容易，尤其是身为父母的我们，我就是从错愕，不知所措 ，OK， 到经过了很多内心的挣扎，
到今天我站在这里，其实我真的是带着一颗满满的祝福的心到台湾来。这一切我觉得都是源自于爱。当我还没有办法真正放下接受的时候，我就看到我身边的家人跟朋友对他们的支持，那我就问我自己，连朋友跟不是很亲的家人都能够对他们这样的支持，我身为最亲的人，为什么不能？对 Hugo 跟 Andy 来说，最亲的家人的支持是他们最需要的，所以我从很坚持的说不。当 Andy 跟我说我们要结婚，你会来吗？我给他的第一个答案就是我不会参加。到我参加了新加坡的婚礼 ，Andy 又问我台湾的婚礼你会来吗？我就跟他说应该不会，但是今天我来了 ，OK， 我是要祝福他们甜甜蜜蜜，讲互相的支持、互相的包容，跟互相的照顾到老。谢谢大家。讲得很好。非常感谢来自远方各处的，不管是同学、朋友、同事，专程来祝福他们。刚刚 Andy 的妈妈很紧张，她都吃不下了，那我还是吃。我突然发现我写了这么多，我觉得好像没有一个是我想要讲的，唯一要讲的还是一件事情，就是我非常感谢你们。我跟蔡妈妈一样，新加坡的那场婚礼，她对我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。我看到了那么多的那个朋友的祝福，让我觉得我应该可以放心了，他实在是太感动我了，给了我们作为父母来讲一个非常大的心理的一个安定的力量。刚刚我的妹妹很有意思，她只是讲说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以后，大概会有很多的女生就玻璃心哈，可能就心碎满地哈。当然我们要稍微也要自己肯定一下哈，假如我们这两个真的还蛮帅的哈。谢谢。对，所以，他们常常跟我们说做父母的不容易，但事实上，我想应该是当小孩子的是更不容易。蔡妈妈的心理上的过程有没有？会有，是因为我担心他们会受伤。但是你说我对他们会不会有另眼看待，或是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心？不会，因为他在我的心里，他其实就是这么的可爱哈。我希望你们好好珍惜彼此的幸福，也希望大家都很幸福、很快乐、很健康。谢谢你们，非常谢谢。谢谢。哇，终于办完台北场的婚礼了，终于结束了，真的是策划了好久好久，因为台北场呢我是主办人，然后新加坡场呢是 Andy 是主办人，经过了几个月的筹办，哇，在婚礼那一天结束后，真的觉得如释重负，很有成就感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之前的辛苦看到结果，一切都觉得是值得的。而且你安排的不错啊，就是所有东西都是蛮到位的。谢谢。然后因为我们选的那个地点呢，也非常有新加坡花园城市的感觉，让大家虽然在台北，可是又好像有新加坡味。很好。那你觉得这次台北的婚礼跟新加坡的婚礼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呢？知道，我觉得蛮奇妙的，就是在台北的这一场，感觉就是对我来说是有点生疏，因为人啊，还是就是用的，就反正要用中文来致辞，那就让我非常紧张。但是我觉得总的来说还是蛮温馨的。因为其实台北场这个主要是为了我而办的，因为在新加坡场只有我的爸妈，然后还有我的表姐前往新加坡，然后我所有的家人朋友，其实从小长大的朋友全部都在台湾，所以这一场其实是
为了向过去30年来的我致敬，去感谢这些过去创造了现在的我而办的，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，因为他们都是从小陪伴我长大，看了我20年、30年，甚至是从出生就看到我一路成长到现在的亲戚朋友们，真正的家人跟朋友。对，所以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。我回到了我的根，最初的自己，然后去跟大家说，我现在结婚了，把我的老公介绍给大家。我想补一句，就是我还另外一个感受，就是这次有妈妈跟姐姐来到台湾，跟我一起参加这个婚礼，然后我妈妈还陪我走出来，因为新加坡那场是没有嘛，然后妈妈还致辞了，我觉得就是很感动，有这个桥段。对，就是出柜呢，真的是不是一触可及的，就是要一步一步慢慢的来，不管是同性恋自己，或是同性恋的家人，其实都是要循序要一步一步来的。成语现在讲不出来。对，所以也很感动，就是 Andy 的妈妈、Andy 的姐姐，在他们出柜的路上又迈进了一步。对，好。今天大家看到这个背景，应该觉得说，我们到底去了哪里？所以在台北婚礼结束之后，我们来到台北的后花园，也就是宜兰，展开我们一个小小的蜜月。我们现在是在宜兰的礁溪山行阁温泉旅馆，很漂亮。真的办完婚礼以后，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休息休息，放松。虽然说是放松，但是等一下还是会有一些养眼的画面，大家请持续锁定。Ciao。你看那边是龟山岛，那这边呢？然后下面还有那个台湾铁路火车，我一直很想搭那个先生，我觉得我蛮厉害的就是我居然知道我们来过记得我们来过这条街。没错，很多年前，妈妈有带我还有卤蛋来过礁溪，吃很多东西，然后逛了一个老街或者是一个夜市之类的，然后差点就要脚就要被鱼拿去咬。来宜兰怎么可以不吃葱油饼呢？好葱，好喜欢。泡温泉的时间到了。早安！天哪，我的脸又是无敌水肿。昨天在泡完温泉以后，真的是非常好睡，对吗？我们来吃他们的早餐了，天哪，超级精致的！卤蛋点了日式的，然后我点了这种南洋风早餐。哇，人家看起来是很丰盛的。回来台湾一定要吃猪肉，哇塞！台湾的猪肉最好吃的，又肥又嫩又新鲜又有弹性，跟我的肚子一样。哇，看起来好好吃。真的，南洋风凤肉真的很好吃，而且是不是有2块？对，有2块，下面还有1块。哇哦！然后配上最棒棒的台湾米，台湾婴儿的猪啊！你的早餐好丰盛哦。对啊。泡汤。
刚开始这是大众犬，这个可以吗？这是一个大众的温泉，然后这边有3个池，一个是中温、高温，还有低温。然后想要跟大家说的是，其实里面是不可以拍影片跟拍照的，但是今天没人，然后他们就让我们进来拍一拍，可以跟大家看看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。以上就是这一次台北的婚礼，宜兰的小蜜月，我们在水里结尾，要不要看一下大家？要不要看一下卤蛋的笑？哎，我就是一个小的卡比巴拉。小卤蛋，小铁蛋在，开玩笑的。谢谢你们收看，办婚礼真的不容易，但是非常的值得。希望你们都找到你们的真爱。没错，好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告诉我们婚礼上你觉得谁最帅？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还有看十字，还有按2个小卤蛋啊！拜拜。